塔索嘎嘞，塔索卡嘞，卡瓦塔嘞。黄昏的美好在于其介于白天与黑夜之间，人的轮廓变得模糊，能够看见某些超现实的事物。低商的世界是无趣的，高商热寂的世界是无聊的，而低商向高商转化过程中的世界，万物迸发着勃勃生机，是最美好的。铁路也是如此，市域铁路介于地铁与高铁之间，是城市的黄昏地带，又是城市交通的临界状态。它既不像地铁那样频繁密集，也不似高铁那般远程高速，既要快速启停以适应小站距，又要高速运行来联络市郊。嘉闵线正是这样一条市域铁路，北起嘉定，南到闵行，中过虹桥，连通城乡，南沿奉贤，北沿太仓，轨道相接，繁华茫茫。在这条线路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得以一窥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新陈代谢与成长。今天我们将探访嘉闵线的建设现场，感受这条铁路线如何在城市的黄昏地带开辟新的可能，看看它如何化解城市发展的熵增，在看似混沌的城市边缘创造出新的秩序与活力。下面是微博用户鸡刺114整理的嘉闵线施工进度总览图，数据截至2024年7月3日，后面应该还会引用到几次。好的，那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和嘉定北站隔街相望的嘉闵线本线北端终点站城北路站。可以看到这两座地铁站之间还隔着公交嘉定北站。远处可以看到标牌上写着上海建工，这一点和中标信息是吻合的。另外，近处的路牌上我们可以看到施工改道的方案。走近还可以看到这边的机器都是开着的。远处的电子标牌上写着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嘉闵线嘉闵施工1号标，还有视频拍摄当天的日期7月18日。我们可以再凑近一点观察，可以看到城北路站是2021年6月28日开工的，预计到2025年5月27日竣工。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日期准不准因为中间有可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那么按照鸡刺114整理的图来看，城北路站13号坑应该已经是封顶了，而2号坑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好的，我们现在位于上海地铁11号线的北端终点站嘉定北站。我们正好碰到了一群正在研学路上的小朋友刚刚不经意间窃听到他们打算坐到嘉定新城站，然后换乘前往花桥方向的列车，然后去换乘苏州地铁。祝他们好运。接下来我们沿着11号线南下，来到了同属嘉定区的南翔站。前方就是11号线南翔站，另一边则是一片工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应该是在拆迁，有中国铁建的 logo。我们下楼看到他们的施工标志牌上写着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嘉闵线工程嘉闵施工9号标以及中铁19局，这和中标信息是相符的，所以可以确定这就是嘉闵线南翔站的施工现场了。据我们额外了解的信息，南翔站是一座特色站，应该是因为工程可行性研究未获批复，所以开工时间较晚。现场情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开挖，这一点和 GC114 整理的图是相符的。虽然没有拍到，但是施工名牌上写的预计竣工日期为2026年3月30日。这里也希望南翔站早日开工。时态非常好，小路上都很草。随后我们继续通过上海既有轨道交通线往南下，来到了13号线西端终点站金运路站。可以看到嘉闵线的金运路站呈南北走向，其最北端临近13号线金运路站。由于外面天气实在是过于炎热，我没有久留，所以也就没拍到施工名牌。后期我也没找到预期的竣工日期。嘉定政府网站上有篇文章认为金运路站可以在2025年结构封顶。
标牌上写的是上海市轨道交通市域线嘉闵线工程嘉闵施工12标和中铁七局。按照进度图来看，金玉路站2区、4区地下连续墙完工，一处预留则已经封顶。你别看金玉路那么多区按照环评来看，它和南翔站的站型是相同的，都是设有一组单渡线和一座岛式站台。接下来我们随着既有线网前往嘉闵线本线南端终点站银都路站。中途我们在新庄站换乘，可以看到外面的新庄站正在改造，完成后可以供京山铁路列车停靠。奔跑，不要看手机，注意脚下安全。请勿放弃行李，请勿手臂。好的，我们到了。可以看到5号线已经是 GOA3 等级了。列车停站时，司机不会从小门下车瞭望，而是一直留在司机室里。外面地上就是嘉闵线银都路站的施工现场了。第一印象就是长，整个工地真的非常长，一眼望不到边。这一段真的是整个旅途中最煎熬的一部分。我在上海接近40度的酷暑下向南走了700多米才走到尽头，又走了600多米回去。这还不是施工区域的总长度，可以看到北边还有一片工地。为什么这一站这么长呢？我们可以看到环评中这一站的站型是2条道发线，一组交叉渡线双岛4线站台。那么上海市域铁路的道发线都是按照国铁标准建造的，此举也是为了和国铁开行跨线车。虽然现在和国铁还没谈拢，但仍然是按照国铁标准建造的，从而预留和国铁直通的条件，其中就包括国铁标准的400余米道发线，也就使得具备国铁列车停站条件的车站规模都十分大。这也就是银都路站规模如此大的原因了。不用说这肯定是向日本的运营模式学习。不过我目前对此持悲观态度，主要原因是国铁列车在市域铁路的始发需求肯定是要高于终到需求的，但是实现国铁列车在市域铁路车站始发肯定是比实现国铁列车在市域铁路车站终到要困难的。显而易见的就有安检互认的问题，市域旅客和长途旅客分离的问题。难道要像国铁一样提前3分钟停止检票吗？但是这又不是广东城际。按照嘉闵线环评公示的信息，即使是初期高峰时期，每小时也要开行12列车，平均发车间隔5分钟。提前3分钟停止检票是十分困难的，暂停滞留的旅客也需要想方法疏导。即使是平峰时期，每小时也会开行4列车，间隔15分钟。真的来得及吗？再说，虽然已经建了400多米的道发线，站台长度还是只有220米，应该是只能停8编组的动车，而沪宁城际上大部分的却都是16编组的长编动车或者重联动车。思来想去，我还是觉得有太多困难了。走了半天，终于是走到头了。这边可以看到是嘉闵施工20标。然后中铁4局 ，OK， 这个应该跟招标中标的信息是一样的。然后那边有个施工平台，我看能不能看到，应该是计划2021年开工到2026年5月15日。随后我回到5号线银都路站向南坐了一站到砖桥，然后折返拍了这段侧方 POB， 可以看到银都路站整体的样貌。
沿东路到了，上下车小心提醒，请注意脚下安全。门灯闪烁时，请勿上下车。We are now at Yingtou Road. Doors are open on the right. 本次列车重点站新庄，下一站春申路，开右边门。下一站春申路。列车运行，请至本符号。这是我探访完毕返回的时候，在徐家汇站换乘时拍的照片。与此同时8月1日下午2点前后，上海徐家汇升到40.0摄氏度，这是2024年上海徐家汇的首个40度，也是2022年以来首次。由于实在太累，我直接在11号线车上睡着了，回家后就中暑了。看在 UP 主这么拼的份上，给个3连不过分吧？真不知道那些工人是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施工的。正如黄昏时分的那一抹霞光，嘉闵线将在不久的将来迎来它的光辉时刻，为上海的市域交通注入新的活力。在此，我再次期盼本线南翔站和沪新路站以及北延伸、苏锡常城际先导段早日开工，也祝已经开工的节点顺利完工。好，那么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